在武警新疆总队克拉玛依支队的野外训练场，一支特战小队已经悄然潜入一片废旧的建筑，他们要对一栋楼房展开渗透突袭。在这片训练场内，大量的模特假人被当作假设敌部署到各个位置，特战小队会综合运用各种武器，对所有目标进行清剿。就在特战小队的必经之路上，第一个假设敌出现了。为了不打草惊蛇，特战小队长派出弓弩手率先出战，无声杀敌。弩箭精准命中假设敌后脑，一击毙命。小队前进的障碍被顺利清除。弓弩的话，它在整个特战行动过程中，它发挥着隐蔽性强先发制人、无声射杀的一个作用。它一般在行动中，它还是能达到出其不意的一个效果。正因为弓弩悄无声息的特质，所以在特战小队秘密潜入的过程中，弓弩手就担负起了开路先锋的任务。在我们行动过程中，如果说是在进入核心区域的话，他们这个外围风控还是比较森严的情况下，我们还是需要无声射杀。为了达到隐蔽的杀敌效果，弓弩手通常只有一次射击机会，一旦失手，就很可能引起目标警觉，从而暴露小队行踪。所以，小队长杨欣欣对弓弩手的训练非常严格。在训练过程中，弓弩手一般要求在30米之内对目标头靶进行射击。但是在小队长杨欣欣看来，这个标准还是不够高。他今天3发2时19，在我们日常的训练过程中已经达到基本的要求了。在接下来过程中，我们可以去设置一些更为复杂的难度更加高的，比如说是增加它的距离，缩小它的一个射击距离，射击一个区域。作为特战队员，要想在实战中发挥应有的实力，最好的办法就是在训练场上以更高的标准不断提升自己。正是在这种训练理念之下，小队长杨欣欣为特战队员准备了不少新花样。那我们现在就是要过去准备我们自己设计的一个科目，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这个瓶子到设置在一定距离上就不是靶子了，因为这就要求它要有更高的精度。当时我们的头靶的话，它这个区域还是比较大的。我们首先由易到难。接下来的训练目标不但变小了，而且杨欣欣把射击距离又向后推了10米。弓弩的有效射程无法和枪支相比，所以尽管看上去射击距离只是增加了10米，但射击难度却是大幅增加。执行实战任务过程中，各种环境、各种因素都能遇到，所以说我们要在平时提高难度，战时才能够有一击制胜的这个本领。不过，这种射击条件并没有难住特战队员，弓弩手只要射击基础扎实，仍旧能一击即中。它应该是轻擦侧边，然后导致这个侧边也滑到了。可想而知，这个弓箭对这些目标杀伤力还是比较强的。尽管特战队员在远距离成功命中了目标，但是箭只是命中了目标的边缘，所以在杨欣欣看来并不完美。接下来他还要再增加难度，这已经逐渐逼近弓弩性能的极限。比如说，我们还要把这个瓶口倒下来，从这个瓶口直接穿过去，就相当于我们一个小10环，它那个弓箭它别无他去，它必须从这个孔中直直的穿过去。因为我们在实战过程中不可能说是暴恐分子它是完全暴露在我们的视线当中的，或许说我们经过一个空隙能发现那个暴恐分子，那就是我们一个最佳的一个射击的一个点位。
不断增加难度，小队长杨欣欣希望队员能从中找到自己能力的极限，并在日后不断打磨自己的射击技术。显然，这次的射击科目达到了这个效果。特战队员第一箭打低了一点，瞄准的时候需要细而又细，对自己的心理还是有一定的影响。但我相信下枪不能打好。特战队员准备再次尝试，但是靶场上的风力开始逐渐加大。对于速度慢、重量轻的弩箭来说，这是很大的影响。特战队员再次瞄准，而这一箭要想命中目标，难度很大。估计应该3、4箭左右吧。弩箭离弦，瓶口被瞬间打爆，成功命中。因为风速各方面全部都计算到了之后，射击调整、呼吸、姿势等等各方面融为一体，感觉比较好。而且击发的瞬间感觉就比较自信，就能确定能够命中目标。我们具体来看它射到哪个位置。虽然它擦着盐，但是按照它的摄像的话，它是经过这个瓶身直接过去的。咱们可以看到它这些裂纹。咱们对于这个弓弩的这个精准度来说，它达到这种要求已经是算是合格了。当然，我们之前的预期是4发嘛，刚刚我们已经聊到过4发，它2发已经超出预期了。特战队员的表现相当出色，这种高难度训练科目的用意，就是不断挑战射击极限，打磨特战队员的作战能力，才能在实战中万无一失。我想我有信心挑战更高的难度。你知道更高难度会是什么吗？这我有点期待。打拉环。他既然这么有信心，我们就增加它的难度。他从远处看，其实对于这个易拉罐环来说的话，已经是比较小的，而且它不好辨别它这个到底是射着点是在哪个部位。从我们近处，现在看近处能看得清晰一点，再远处一点，那就越来越小了。如果说是弓弩，它正直过去的话，它上下，如果它一旦碰到的话，那我们就不能完全射过去。所以说它上下就1.5毫米左右，左右的话就是3毫米左右。所以这种精准度还是对射手来说还是要求非常高的。它这个。尽管小队长杨欣欣把射击距离缩短至20米，但易拉罐环仍旧难以看清，射击难度相当大。我仔细看这个环儿，就跟一只蚊子一样，特别小。其实，无论能否打中，特战队员都会种下不断奋斗的信念，这正是进行超常规训练的真正用意。一箭射出，易拉罐被打穿，落箭点略低。大概看到瓶口来预估它的距离，所以说挑战难度还是比较强的。调整状态、呼吸以及心理节奏，明白？再次尝试，即便在瞄准镜里，易拉罐环也是模模糊糊。特战队员的精力必须高度集中去感知判断拉环的位置。稳定住状态，再次射击，这次弩箭竟然真的穿环而过。真准啊！真准，真准。那环儿会不会在箭上？
在这个位置，我要把它收藏起来，这是训练的一个过程，但是是我日后执行任务的一个基础。这一箭的精准射击，不但给特战队员带来了极大的自信，也认清了自己的实力。我不敢相信还能从环里面打过去，但是确实是打过去了，觉得有点不可思议，也是对自己的这个潜力，还没有完全的这个激发出来吧。在后期的话，会针对这些不可能、不敢去想的事情，多去做，多去挑战，以寻求更大的这个潜力的突破。小队长杨欣欣的训练，让特战队员对自己的射击能力有了充分的信心，同时也让特战队员勇于挑战更高的目标。因为我们现在是训练，他可能2发他命中，我们觉得命中率比较高，但是真实行动过程中没有给你第2次的机会。我们还是要提倡这个首发即命中，所以说是还得继续努力吧。眼中永远有更高的标准，脚下永远有奋进的征途，正是特战队员提升战斗力的动力。由此来看呢，我觉得现在的训练大纲应该是一种底线，而绝对不是一个高线。那么它是需要我们作为一名军人来完成任务的一个基本的素质和能力的基础，然后为下一步的合成训练和融合训练打下坚实的支撑的。正是在日常训练中以高标准打下的坚实基础，每一名特战队员才能在实弹演练中各司其职。此时，整个小队并没有放松，他们正悄无声息，继续隐秘潜入。特战小队逐渐接近目标区域，在发起进攻前，小队长杨欣欣派出狙击小组占领制高点，监视目标区域，通报目标位置，做好随时火力支援特战小队的准备。与此同时，特战小队的无人机操作手也将穿越机飞入目标区域，侦察目标位置。进攻即将开始。在我们特战小队行动过程中，用4个字来形容，就是查打一体。由于它这个体积小，移动速度快，能够使其在密闭房间的一个环境当中，充当一个侦察员的一个角色。在狭窄的室内空间，穿越机在各个房间内快速穿梭，高速灵活是穿越机的显著特性。特战队员用精湛的操作技巧，把穿越机的特点发挥到了极致。然而，要想达到这样的操作效果，在日常训练中，特战队员通常会在室外打牢基本功。可是，即便是最基础的训练，都充满了挑战。今天我们绑的是一个气球，也是相当于一个日常的训练。通过追击这个车辆上固定的这个气球，然后穿越机进行一个追击，在某一瞬间把这个气球扎破，也就是我们考验我们这个操作手一个反应能力，以及对这个穿越机的一个操控力。由于是在户外进行训练，所以追击科目的操作难度相比室内穿梭要稍小一些。特战队员要在这个科目中练习精确掌握飞机的速度和姿态，要控速和控高，要控制飞机，因为它这个速度太快，而是这个车速度要慢一些嘛，然后我们就要控制住这个飞机的速度。操纵穿越机，利用其高速灵活的特点追击汽车，不但是一个很好的训练科目，也是特战队员必须掌握的技能。一些战争真实案例里面能看到，如果被无人机或者穿越机追上的话，那就是也是用4个字来形容，真是无处可逃。我们现在上车吧。除了这个操作手他第一视角，我们这个也应该算是第2视角了。
被攻击者的主视角。对。特战队员已经做好了准备，随着车辆发动，目标车辆首先要和穿越机快速拉开距离。我们设置的是这个驾驶员在行进过程中，我们尽量不走直线，就模拟被这个穿越机进行追击的一个过程。我们在左右摇摆，不规则的进行运动路线的话，它就很难捕捉到。驾驶员在不断变换行驶方向和车速，尽量让穿越机无法追踪。但在特战队员眼中，这种小花招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在现实中，这个车速已经很快了，但是它跟这个穿越机比起来，还是稍微慢了一点。拉开一定的距离后，穿越机起飞，开始对车辆进行快速追击。汽车跑了几分钟的路，穿越机仅用了几秒就赶了上来。那这个真实追击的话，可能比这个速度还要快，因为到时候看我们已经这个穿越机已经飞过来了。此刻，穿越机一直围绕在车辆旁边，寻找刺破气球的时机。尽管汽车驾驶员在全力躲避，但始终无法摆脱穿越机。我作为这个模拟这个暴风者，就能感觉到它带来这个压迫感。它可以比我快，也可以慢，就是你不知道往哪个方向去躲避这个穿越机的追踪。事实上，撞击车上随风摆动的气球，比在实战中真正攻击车辆要难得多。特战队员要时刻保持高度和速度，并且选择好撞击气球的时机，这才是训练的难点。整辆车的这个目标会更大一些，我就不用考虑那么多了。气球的目标我要小一些，所以说要更要用这个操作去修补这些难度。这项训练考验的是特战队员操控穿越机的稳定性。只有稳定跟踪，才能找到撞击气球的机会。在特战队员的操纵下，穿越机始终跟在汽车的附近，选择合适的撞击角度，瞅准时机，穿越机果断撞了上去。报告命中目标。仅仅经过了10几秒的调整，穿越机就命中了气球。如果是在实战中攻击整辆汽车，穿越机的效率会更高。在那一瞬间就感觉它的速度特别快。如果说好比是爆火分子的话，在那一瞬间，如果说我们穿越机挂了炸弹，然后就相当于是车毁人亡了。正是源于平时高难度的训练，在实弹演练中，特战队员才能操纵穿越机在狭窄的室内空间里灵活穿梭。然而，就在穿越机侦察过程中，螺旋桨的噪音却惊扰了假设敌。一个目标突然出现，此时特战小队正在悄悄潜入目标建筑物，眼看就要和假设敌相遇。就在这时，对面制高点上的狙击手眼疾手快，一枪毙敌。虽然危险被暂时清除，但这也让特战小队的行动完全暴露。小队立即转入强攻。特战队员开始对楼内的假设敌进行快速清剿。室内近距离作战是一套复杂且科学的战术体系，它对于特战队员的单兵综合战斗能力、小队整体配合默契度、战术的灵活运用都有极高的要求，历来是特战小队日常训练的重中之重。这就是特战队员们室内作战的训练场，在这里，
他们可以展开多种科目的训练。在这个场地，我们一般设2至3人进行一个搜缴行动，而且我们设置这个靶位也不是说我们今天固定放在哪个位置，可能下一组队员进来打的时候，射击的时候，我们就会移动他这个靶位，随机进行显靶和引靶。所以在搜索过程中，我们根本就不知道靶位到底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它出现，所以对我们的射手，提高了较高的要求。目标位置出其不意，而且时隐时现，这都是在真实的室内近距离作战中，特战队员必须面对的危险。所以，在这个训练场，队员们每一次训练都必须集中注意力。而小队长杨欣欣的训练要求只有3个，那就是快、准、稳。前期如果行动过慢的话呢，暴露分子他第一个有企图向外逃窜。第二个，他可能进行反击，对我方这个行动来说造成了极大的威胁，所以速度一定要快。在这间仓库内设置了大量的射击死角和各种目标类型，特战队员必须仔细搜索，快速清剿，才能保证万无一失。特战队员就是在这种近似实战的环境下锻炼着自己的战斗技能。所以在更为逼真的实弹演练中，特战队员才能得心应手地清除各种目标。然而，实战环境的凶险和复杂是出人意料的。特战队员们不会想到，在楼层内的战斗结束后，小队长杨欣欣竟然还藏了一个目标。对这个地形进行搜索，然后从涵洞也好，还是这个茂密的植被也好，把这个暴力分子发现，然后击毙。小队长杨欣欣模拟的是在特战小队进攻时侥幸逃出，并且藏匿在山洞中的假设敌。队员们知道，山区广袤，这个山洞所在区域地形复杂，找到假设敌的难度极大。那么，特战队员如何发现目标，又该怎样发动攻击呢？后续还有一系列的实弹演练，特战队员又将面临哪些高难度的挑战呢？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看特战小队的制胜秘籍下集。被清剿完毕。然而，这仅仅是特战小队实弹演练的开始。设想的情况就是有逃窜的暴力分子，用自身的现有的地形进行逃窜。这边比较好藏人，因为我们自然形成了一些冲沟，以便于我们这个暴力分子进行藏匿。这是一片广袤的山区，地形复杂，特战队员们要如何找到暴恐分子呢？这次的难度相对而言还是比较大的，因为这个面积比较大，然后沟壑形成的也是错综复杂，然后比较适合藏人。穿越机对特战小队而言可以说是如虎添翼。在特战队员熟练的操作下，穿越机不但可以利用自身灵活高速的特性完成室内侦察、野外追踪等科目，更可以直接发起致命袭击。这次任务，穿越机不但要找到假设敌，还要把它击毁，
因此需要穿越机和搜排报2个专业的特战队员共同完成。随着市场化的要求，我们2个专业经常进行融合训练。无人机专业负责起飞侦察，我们搜排报专业负责在无人机上捆绑炸药，达到发现及摧毁的效果。完成炸弹安装，特战队员操控穿越机带弹起飞。在穿越机的高速搜索下，假设敌能藏多久呢？如果用传统的人工搜索，这个任务可不是2、3个人能够完成的。但是穿越机却能够快速巡查，而且效率要高得多。此时，特战队员已经制定了搜索计划。大面积搜索的话，还不一定真能把这个暴分子找到。先就是快速的急搜一遍，然后发现我们的可疑目标，然后再逐个的去排查。穿越机起飞后，先在高空快速盘旋，观察整个区域后，特战队员有了初步判断。像山顶这些比较突出的地方还是不适合常人。除了这些沟壑比较有可能，然后现在我要低空飞行，对沟壑里面进行逐一排查。转入低空飞行才是对特战队员操控能力的真正考验。特战队员必须依据地势来规划飞行路径。起伏比较大，有一些落差，然后有一些伸出来的树枝，我们必须要进行避浪。为了看清地面细节，特战队员手中的穿越机飞得又快又低，随之增加的是穿越机的控制难度。我们速度还是不能低，然后我们识别的内容会更快更多。又要精确控制穿越机的飞行，又要分析判断地面的图像，这是特战队员操控穿越机进行实战的必备能力。因为我们要一心多用，你不单纯是要判断我们的目标是否可疑，你还要确保你这个飞行轨迹、你的操控能力。经过细致的观察和分析，沟壑的嫌疑被特战队员一一排除。一番搜索后，却始终不见假设敌的踪影。这时，一个不大的山洞引起了特战队员的注意。现在这个山洞是一个整片山区里面最可疑的一个地方。好，我准备进洞了，你做好起爆准备。收到，起爆前准备完毕。即将进入最可疑的区域，穿越机进入战斗模式，假设敌真的在里面吗？我们进去的时候还要全着身子进去，而且里面的光线也比较暗。第一是要找到洞，第二要在洞里面发现这个爆分子。这个环节重点要检验的就是特战队员大范围快速搜索能力以及重点区域的排查能力。在搜索过程中，队员们显然达到了标准，穿越机快速飞进洞口。就在此时，目标突然出现。发现目标，发现目标，起爆，起爆！穿越机带着炸弹落在了假设敌的身边，在密闭的洞穴内，这次大威力的爆炸足以让目标荡然无存。因为它两边它扩散不出去，它会冲击波会来回集中在这个整条长廊线上，一切可疑的线索，他们都进行了一个搜索，也是能体现出他们在侦查以及这个侦搜能力还是有一定进步的。特战队员们虽然已经清除掉了这个隐藏的假设敌，但是在实战中，各种现实情况总是出人意料，实弹演练还在继续。现在是在我们刚才突袭行动过程中出现2名暴动分子驾车逃窜，咱们现在就是要设置这个场地，在模拟车辆的里面设置2个假人，
定点拦截进行火力打击。当特战队员展开猛烈突袭时，任务目标的逃跑手段却有很多种情况。如果目标已经逃出较远距离，特战队员还有办法把他们一网打尽吗？现在就要到我们重火器发挥作用的时候到了。用狙击型榴弹发射器在200米开外的距离，从窗口射入，然后在车中引爆，进行范围性的杀伤，主要对2名暴力分子进行歼灭。此刻，特战小队的重火力小组正前往射击位置。尽管小队长杨欣欣要求在200米开外射击，但实际上重火力小组所选择的发射位置与目标车辆的距离足有300多米。如果说我们选择这个近距离，那我们现在就只能够适应这个200，就或者稍微远一点的距离。今天选择的这个阵地只好是在350米往上走，所以说不仅是对我们的考验，也是为了更好的适应以后这个过程情况的处置。特战队员的底气来自他们手中的武器。他们所携带的狙击型榴弹发射器，顾名思义，就是一种能以高精度发射榴弹，并且引发爆炸的大威力武器。这型特战小队的重型武器，其威力和精度都不容小觑。它这个不仅瞄准镜比较精准，它这个发射器这个性能也是比较好的，所以说打进这个车窗，要想这个击杀这个敌人，就相当于我把这个手榴弹投到他这个跟前了，然后爆炸。尽管特战队员对自己的武器很有信心，但是毕竟和目标车辆距离相当远，而且要从车辆的窗口射入，射击的难度依旧非常大。重火器手主要是主打一个火力压制和火力覆盖，就对一个体积大的物体也好，车体也好，进行一个火力打击。它是属于一种范围性杀伤武器，所以说在这个窗口打进去还是比较有难度的。只要特战队员发射的榴弹能够命中车窗内，那么车内不管有多少目标，都在打击范围之内。但是距离很远，它真能打进去吗？第一发榴弹射出，命中了窗口正下方的车门。榴弹经过长距离的飞行后，虽然没能击中车窗，但是榴弹透过车门，依旧对假设敌造成了极强的杀伤效果。杀伤效果还是比较不错的，打到这个2个假人身上，尤其是第一个这个侧肋以及这个前胸。但是这个第2个假人虽然它这个弹片不是很多，但是它有几处致命伤，一个颈部，还有一个腹部，足以把这个2名暴力分子歼灭。即便说是如果里面没有把它击伤，或者是把它直接击亡的话，它暂时性的这个车辆它是肯定是报废的，根本无法再往前继续行驶的。这样的话，我们还可以采取进一步的火力打击。首发射击就已经达成了阻止外逃、定点拦截、火力覆盖的战术目的，但是在重火器手看来，这一发还是不够好。他申请再试一次。第2发榴弹射出，车内终于发生了爆炸。但如果用慢动作仔细看，榴弹其实还是没能完全打进车窗。但是就是精准的命中到这个暴力分子这个身上，但是他通过刚才的射击，还是稍微有那么一点的偏差。他当时的弹着点应该是击中了这个车窗的下沿。350米之外的射击，榴弹的弹着点只和窗口差了10厘米左右，这让人多少有些遗憾。从窗内打进去以后，那到时候的效果就是，到时候连假人我们估计只能找到一些碎片。
那咱们在接下来的训练中，有没有可能见证到这样一个训练科目呢？那一定会的，应该没达到我们预期的特别好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是还是需要不断的去训练，提高它的精度。不满足现有水平，不停追求更高的标准，是特战队员的训练目标，更是一支特战小队提升战斗力的坚实足迹。当然了，咱们这个射击可能机械就稍微短一点，上靶率大家不要沾沾自喜。平时官兵在日常的训练中，标准是越来越高，自己探索出来一套更加贴近于实战的一种训练方法，氛围是越来越好。官兵主动积极研究目前的军事训练，可以说对我们的军事训练上了一个更高的台阶。凭借装备的火力优势，重火器手完成了自己在实弹演练中的打击任务。但是在小队长杨欣欣看来却不够完美。接下来，他把假设底藏在了碉堡中。这一次有了非常牢固的掩体，很难有武器能对假设底造成威胁。特战队员该如何应对呢？它碉堡的这个口径也是相当小。我们现在在近距离看的话，还是能接受的。但是如果200米开外的话，你相当于把这个目标区域它给缩小了，在他视线里，它可能就是一小点。现在这就更考验我的这个射击技能了。如果说我打上了，那证明这个不但是这个武器的这个精准，相对于说自己也总结了一些经验，就是校正一下这个之前这个射击的这一些不足吧。重火器手本想借这次科目打个翻身仗，但这个翻身仗显然不好打。碉堡比汽车要结实太多，重火器手要想消灭里面的目标，唯一的可能性就是从射击口打进去。这可比车窗要小太多了，它基本它只露一个头的一个面积。如果说是我们一个车窗的话，那我们上半身从远处看也是能看到的。如果说我不能够把这个弹射击进去，那么对这个里面的这个人就没有一点影响，因为它这个碉堡还是比较坚固的，所以说我必须要保证我的弹能从它的这个碉堡口里面直接就是射击进去，然后对里面的人进行杀伤。只要重火器手能够射击成功，杀伤效果对碉堡内任何目标来说都将是毁灭性的。弹片的杀伤力太大，这么小的空间，它如果一旦形成这个杀伤的话，那基本暴露分子那就没有生路可逃了。还是抱了比较大的这个信心的，但是能不能实现，所以说就看接下来这个实际的射击效果了。这次射击不但关乎打击任务能否完成，更是重火器手对自己实力的证明。他做好了射击准备。这一次榴弹精准打进了碉堡的射孔。在碉堡封闭空间内，瞬时产生的爆炸效果十分惊人。一发命中，现在感觉是比较有把握了。如果说后面继续射击的话，还是能保持稳定不变的。怎么样吧，队长？命中靶心。从这个侧洞口看一眼，那明显是直接命中了头部，没了，在那个小的窗口上。这个假人头已经被炸碎了，对，炸碎了。包括炸完以后，它这个冲击波
这上面本来是完好无损，都已经塌下来了。然后从我们远处观察，看到这个整个外围都有裂缝，尤其是我们这个左侧，这完全是冲击波直接给它震下来的。一些墙壁、一些碎片，你看我们随处可见的这些碎片还是比较多的。相当于是这一发是完全能够达到这么一声的效果。对，一发命中，而且对里面所有的有生目标都能达到一个精确的打击和杀伤，威力是特别震撼的。它只要一进去，那我们就非常托底了。对于我们是否能不能击杀这个暴动分子，心里这块石头就落下来了。不断的去给他们增加难度。如果说是一直固有不变的一种训练模式，那只会把他们自己的一个训练水平放到一个平行线上，那永远就不会有提高。通过这打这么多练这么多，应该要保持好这种实力，发挥出这样的实力出来。事实上，作为特战小队的重型武器，榴弹不仅可以对单个目标进行精确打击，当特战小队遇到聚集在一起的集团目标时，就会动用一种威力更为惊人的榴弹发射器，相当于重火器里面的机枪，它的火力会比狙击流要更猛，它是火力覆盖，狙击流是精确打击。这款榴弹发射器可以高射速连续射击，为特战小队对付大批目标提供猛烈的火力支援。我们设置了4个假人放在这一块，主要是想要体现这个356流对这个击群目标击打后的一个火力覆盖面到底有多大。在人群比较集中的时候，就是发现我们这个集中火力的时候，要消灭敌方的有生力量。35毫米口径自动榴弹发射器有着强大的威力，但与之相应的后坐力也不容小觑。要想在连续发射时全部命中目标，就要看特战队员的控制能力了。如果说是一旦离开了这个射击区域的话，它就相当于要脱靶，那可能只能命中第一发。他在中间打中一发，那可能只有这其中2个人他的受伤的面积是比较大的，就像我们在破译行动攻击车辆里面的暴恐分子一样，他在副驾上的受伤面积不是很大，所以我们今天采取这个连发，就可以让在这个假人这个区域能把这个火力覆盖达到极致。此次射击要连射5发榴弹，那么特战队员能否全部命中呢？答案即将揭晓。一轮连射过后，5发榴弹连续命中目标，而且弹着点非常密集，持续且猛烈的爆炸让4个目标瞬间灰飞烟灭。特战队员凭借对武器出色的控制能力，打出了全中的好成绩。连射了5发，对这个击群目标射击毁灭性还是比较大的。但是地上就已经开始有这种假人的碎片了。对，尤其是他第一弹着点中间2个假人，那杀伤力还是更大的。其他2个的话，可能是冲击波和弹片造成的一些杀伤。可以看到，可以炸的是非常远的，这一路上都能够看到这些假人的碎片。假人的碎片已经遍布整个靶区，榴弹只有集中且持续的命中，才会有这样的杀伤效果。对，我们可以跟左右2边墙对比一下。我们这个连续进行击发的话，它虽然它不像这种轻武器是有穿透力，但是它是一个范围性杀伤。这面墙的厚度也特别厚，你像这个墙面已经损坏的已经比较严重了。
这次实弹演练中，特战小队的每一个专业都表现出了强悍的战斗力。特战队员们不断挑战着自己的技能极限，在一次次的突破中，看到了自己已经具备的实力，更激起了不断挑战更高难度的热情。算是达到了预期的一个期待值吧。但是随着我们现在新型作战一直在演变、在改变，我们还是需要进一步强化自己，在挑战一些极限。这方面为什么下那么多功夫？因为我们对未知的空间、未知的战场是一无所知的，所以我们不断的在训练中要提升这个训练的难度，以防万一，我们要时刻准备战斗。